的夏天哦，我相信所有的主夫或是主妇应该都很希望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这个待在厨房里完成一道料理哦。那我自己个人呢，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用电锅或是用快锅。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道电锅的料理。那到底我们要注意怎么样的小步骤，怎么样掌控好电锅的时间，做出口感 Q 弹、好吃又嫩口的葱油鸡呢？一起来看看。这个一只鸡买回来以后呢，剁掉一些爪子啦、头啊的部分哦，就变成这样子的一只鸡。那像这个是中小型的鸡哦，会比较嫩口一点。有很多品种哦，有很多什么黄金鸡啊，各式不一样的饲养方式都可以。那尽量就是找比较没有抗生素残留的哦。我们翻过来鸡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屁股的部分啊，这个尖端的部分，我们可以请菜贩或是你自己用大的菜刀从这边哦划过来。一直到底就开了，开了以后呢，如果需要，你也可以从这边直接再对半剖，那就变成半鸡了。我今天就想一整只来蒸哦，等一下再来剁哦。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这个鸡呢，我们买回来以后呢，清洗干净以后，我们就用海盐把它全部的抹匀，然后呢，我们放置在冰箱冷藏室腌。这个2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时间到了以后呢，如果你不会太怕这个咸味的你可以不用再清洗。如果你担心过咸，你可以稍微清洗一下然后沥干以后，那我这个已经腌了2个半小时了那我已经稍微的用这个水清过，然后擦干了，那我们就直接呢要来用电锅来蒸它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的就是一般传统的这个电锅，因为这个鸡比较大只一点，我们放个这个2米杯的水至少，有时候甚至鸡大一点，可能要加到2杯半，太厚实。那我们今天就加2杯试试看，不行之后再追加没有关系。那这时候呢，就等它自动跳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到底熟了没，我们再来剁鸡我们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淋上去的这个葱姜油葱姜油怎么制作呢？大家就准备你希望的量的，切成细葱丝葱花也可以，然后姜磨成泥，或是姜也切成细丝都可以，这是看你想摆盘呈现的方式。我这个是我要做肉包的时候挤出来的这个葱姜水的渣但是我觉得它的香味还非常的足够我就不浪费，我直接拿这个来当做这个姜泥跟葱泥那我们就准备来烧滚1小碗的油，我们要直接热热的冲进去。那油的部分呢，大概小半碗，比如说像这个碗大概有1/3碗的量都可以，你就加你希望的油量就可以。那我基本上会把一般食用油混合一点这个芝麻油因为芝麻油的燃点很低，容易冒烟我们只要混入这样子，其实我们芝麻油跟这个食用油混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自制的香油了，非常的方便那外面的香油我们怕不够那么纯，甚至不知道它的这个食用油是不是品质很差的。那我们自己用这个好的油比如说我这个是葡萄籽油加上芝麻油，就变成自己调的香油了，那非常的安全。那我们就开始开火，把这一锅我们调好的这个油给烧热。现在呢，就把这个烧热，已经油温都出来了，我们就瞬间的，看就是这样子大家看到这样就是对了好，那这个葱姜油就做好喽。葱姜油就是这个状态先放在旁边等一下再来使用了。我们等一下就等鸡好了以后呢，剁了鸡了以后淋上去就可以。跳起来了那我们稍微的让它可以焖个几分钟我刚刚跳起来以后，我现在大概焖了个3-5分钟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成功。哇，多的这个烟其实大家只要光看这些汁大家就知道，因为没有血水出来，然后你可以拿一个类似这样的针我们来擦擦看。我们擦到最后的部分，如果出来的汁液是透明的，我们就确定这个肉是蒸透。你看，很轻易的擦下去，这个就是已经全熟了。那这时候我们稍稍的把它放凉一下，我们要准备来切这个剁这个鸡，然后摆盘了。好，那这个从电锅拿出来的鸡我们就把它正面朝上，我们要让它稍微再放凉一点比较好切但是因为放凉了以后表皮会干燥，所以我们不管是你涂食用油或是涂这个麻油都可以。麻油的话是比较香我们就把这上面刚好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物质你顺便把它这个涂掉，这样子等一下剁出来的鸡卖相会比较漂亮。不管大家做白斩鸡白切鸡，或者是像这样的葱油鸡涂的方式让它的表皮不会干燥，摆盘的时候呈现漂亮的颜色。那在放凉的同时呢，这个热油冲进去的这个葱姜末的这个泥怎么兑呢？非常鲜美的汤汁的来源这个是我们刚刚从电锅蒸出来这么多的鸡油跟汤非常的鲜美，但是它味道蛮咸的，因为刚刚我们抹了一层海盐，所以这味道是咸的。这个可以拿来炒菜啦、煮面都非常好吃。我自己
己会把一大部分的这个油尤其油的部分，我会尽量混到这个葱姜水里面剁好的鸡我们再淋这个酱，然后再配上一点新鲜的葱花在上面，真的相当的漂亮，相当的可口。有一些主妇在剁全鸡的时候会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像我剁这个刚刚的这个全鸡的时候，其实我手这边就乌青了，所以其实现在主妇手比较没有力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如果很怕这个全鸡要剁会受伤，老实说我刚刚也清理了一下，因为剁鸡一定会喷的厨房到处都是，所以如果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接受，你有洁癖像我一样不希望厨房很脏的话，我们去骨，也许去骨的鸡有人会觉得甜味稍微会没有这个整只鸡来剁那么好吃，但其实我觉得那有差很多因为鸡你买到品质好的是一样很好吃的怕剁的主妇，我们就是请菜贩帮你去，不会去骨的话，我们自己在家自己去，就是从这个骨头的两边我们先划刀，把它划稍稍的。慢慢的划，你用这个刀尖慢慢把它划开。那当你划开了以后，它等一下取肉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你就是慢慢这样一直重复的划就沿着它的这个骨边。然后呢，这个底下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子划开。那其实台湾的菜贩很好，目前大部分都会愿意很乐意帮你去骨的。那你看整个划开以后，其实就简单很多。像之后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做玫瑰油鸡玫瑰油鸡也是要在如果你要带骨的话，就要在骨旁边这样的划用刀根刀背稍稍的拉一下。好，就慢，其实你就慢，不要担心。你看就这样慢慢刮，它就会分离了然后它已经分离到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记得压住肉，然后这个骨头一拉，其实它已经轻易的就分开了好，现在其实已经分开了一部分了能切就切，不行切就慢慢的拉好，现在这里就很简单，这个关节的部分就已经去除了好，那这个部分尖的地方这样子慢慢画，它就已经开了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一刀剁下去。好，你在主要韧带的地方只要把它画这个韧带画开，其实整个就已经取下来了那剩下这部分呢，你要用力扯一下也可以，或是你用刀再把它剁一下。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剁下来那大家拿了剁刀，记得用这个部分根部的部分就对准它，然后好了，这样就好了。OK， 这样子这个部分虽然还有一点点肉，我们就拿来炖汤，炖这个海带汤、萝卜汤都可以去下来的有一个这个头如果你不喜欢的人，你也可以把它切掉，那一起蒸没有关系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一整只的这个一样，在外表我们就用海盐抓一小撮的海盐涂抹它，搓一搓了以后呢，静置2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就一样放到电锅里头。好，什么都不用加我们就直接放入电锅里面我一次会放2只的这个去骨的鸡腿排放到电锅里。这时候记得外锅我们用1米杯的水跳起来以后，再焖个2-3分钟，再取出来，就跟这个全鸡的方式一样，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带咸的鸡精。这时候我们再混入这个葱姜的酱料里面的油酱里面就可以咯。这个鸡汁跟油其实我们拿来撒拌一点面线就变得非常非常这个鲜美的面线非常好吃那一样可以跟着葱油鸡一起上桌，非常的好吃。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用电锅做葱油鸡，梦幻厨房在我家，跟着影音学做菜，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